大战的紧迫感是油然而生啊！俄罗斯不发一言，吓退了拜登和岸田文雄，没谁敢在这个时候去乌克兰。各位好，欢迎来到康讯说。俄乌冲突爆发之后，不少西方国家领导人也都去乌克兰刷了一下存在感，想要证明西方坚定支持乌克兰的立场。但是呢，俄乌冲突爆发之后，基本上都是泽连斯基去美国，或者泽连斯基夫人去美国，想要让美国给乌克兰提供更多的支持。拜登却一次都没有访问过乌克兰。拜登想访问乌克兰吗？那拜登可能是想的。俄乌冲突基本上是美国一手挑起的，美国又是支持乌克兰力度最大的国家，更是俄乌冲突最大的受益者，那自然想通过访问乌克兰，表明美国支持乌克兰的立场，并推动其他西方国家给乌克兰提供更大的支持，进一步的延长俄乌冲突。但是乌克兰的安全环境又在告诉美国，拜登访问乌克兰的安全风险是难以把握。所以，白宫方面一直都在强调，现在不是拜登访问乌克兰的时候。那不过呢，就算不能够亲临乌克兰，在前线给乌克兰打气，拜登也是想尽可能靠近乌克兰，向乌克兰传递美国坚定支持的信号。有消息指出，拜登计划在访问波兰的时候，在波兰与泽连斯基来了一个会面，这也算是尽可能的在接近前线的地方释放出鼓舞的信号了。而除了拜登以外，有想法访问乌克兰的还有岸田文雄。这本来嘛，作为这一期轮值主席国的日本，在这一期高度关注俄乌局势的时候，想要利用访问乌克兰进一步阐明日本在俄乌冲突当中的立场。这为此，岸田文雄都计划好了，要在5月份之前访问乌克兰。可是，这岸田文雄现在基本上放弃了访问乌克兰的计划，至少5月份之前不怎么可能访问乌克兰。跟拜登一样，岸田文雄放弃访问乌克兰的原因就是乌克兰的安全环境。在俄罗斯开始对乌克兰发起大规模空袭之后，乌克兰就没有一个地方可以说是绝对安全的。更何况，俄乌都在为大战做准备，这春季大战也即将打响，一股大战到来的紧迫感已经是油然而生了。乌克兰方面表示，最激烈的也是决定俄乌冲突走向的关键时期，即将在2到3周之内到来。俄罗斯从去年年底就开始为这一阶段的战斗做准备，这局部的战争动员，充分保障前线作战所需的后勤保障，以及俄军总参谋长成为前线总指挥，这都说明即将到来的大战，这规模将会比之前更大，而战斗呢，也远比之前要激烈。乌克兰能够感受到这一切，在背后支持乌克兰的西方，极度关注俄乌冲突走向的西方，自然也能够感受到这一切。这为此，谁都不敢在这个节骨眼上去乌克兰。那就算拜登和岸田文雄真的准备冒死访问乌克兰，那也不会选在这么一个时候。这个时候去乌克兰，那可能真的就会因为意外的一枚导弹，这直接那就回不来了呀。俄罗斯这也算是不发一言，就直接吓退了拜登和岸田文雄了。俄罗斯现在也不想着怎么跟西方打嘴仗，这一门心思了在为了完成特别行动做准备。这也可以看出，在俄乌冲突当中越来越沉默，默默攒着一把火的俄罗斯，已经足够让西方是感到紧张了。好了，本期节目就进行到这儿，欢迎点赞转发，留下您的精彩评论。